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那怎么会有想用暗精灵呢？因为我看到有观众说他想看呐、烟熏师这可以，而且我们好久没有出暗精灵了，所以就来使用暗精灵吧。虽然说暗精灵很多地方跟高精灵差不多，不过它还是有自己的特色。那我们来开始先介绍一下我方阵容吧。那老样子，从最前面开始看，恐惧长矛兵是暗精灵最便宜的兵种。那它的定位跟高精灵的长矛兵是差不多的，主要就是担任肉盾，以及它有着反大能力，这边都有。然后加上刚刚有看到了吧，双方的盾牌其实也都是一样的哦，都是银盾。真的，双方的长矛兵定位上不会差太多。那再来就是这个黑色方舟海盗双刀兵，那跟游侠也差不会太多，定位上来讲其实都是一样，都是近战反步兵的单位。再来就是纳加德人黑卫，那这边没有出纳加德人黑卫。我更正，高精灵那边没有放凤凰护卫。那纳加德人黑卫是长戟兵，看到长戟兵就是老样子，巨兽骑兵不要去冲撞它，就连是怪物骑兵也尽量不要去碰到它，它的反弹能力很强。那如果是普通步兵跟它正面交战，其实它也是很有胜算的哦，不要小看它。遇到这种单位，真的是你要拿弓箭手或是拿炮兵去射它比较好，不要想说用近战的方式处理它，你会非常痛苦。那后面就是这个黑死射手，黑死射手跟弓箭手不太一样。这边高精灵的弓箭手，第一个它射程距离非常远，不过高精灵的是没有带破甲，它这边破甲其实非常低，只有3，基本上不算破甲伤害。那黑死射手呢？我们看一下，黑死射手的破甲伤害是11哦，差很多，但是射程只有125，跟高精灵比起来就差非常多。高精灵是180，也就是说，它至少可以先射你1轮，甚至可能可以射你到2轮，然后你的黑死射手才可以准备开射，这算是不是件好事情。不过，高精灵在遇到那些高护甲单位的时候，弓箭手就非常痛苦，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作为啊，因为他没有带破甲伤害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带死神弩炮，然后跟鹰爪弩炮基本上是一样的啊，他们最大的特色是弹药的切换。遇到单体巨兽呢，就用这种单8型的。那遇到非常多像是你要打步兵的话，那就是用这种散弹的方式，就自由切换，看你要打什么。不过我觉得用下来，它的散弹真的很散，射出去那个打到的东西真的不多。那我这边看一下，英雄是出了术士火焰系的，那主要就带是流火披风、火焰剑，还有烈焰风暴这3个魔法。那领主呢是用章鱼哥单挑型领主啊，他的能力基本上就是用在1对1的状态。如果你要让他去打步兵也是可以啊，不过有点大材小用的，真的不太便宜。然后我方这边森林里面躲了2队啊，冷息骑兵有着90的高护甲，然后还有装备盾牌，虽然说是铜盾啊，只有35%的格挡机会，有点可惜，不过也算是不错啦。那他这边是主要有反大加成，然后还有着破甲伤害。我们这边看一下高精灵这边满满的弓箭手，
2队长毛兵应该有看到了。然后这边有一队是精英版本，精英版本的话，主要它的特色是这个，它有一个防护光环，周围的所有队友那个伤害抗性加10%，非常好的光环。那游侠呢就跟黑色方舟差不多。啊，这边这个比较特别，就是高精灵特有的这个洛森这个海卫。高精灵也有类似的，更正，暗精灵也有类似的单位，它是单手弩加单手剑，但是定位上来讲不太一样，因为它长矛，它是拿着长矛就有反大作用，所以你骑兵要去冲撞它，你会很痛苦。你骑兵冲撞它的时候，你自己也不是很好受。但是如果像暗精灵，它是单手剑加上十字弩的话，其实你骑兵撞它也还好，你不会觉得很痛苦，你撞这个才会觉得痛苦。而且它的射程165哦，比刚刚暗精灵看到的还要再远哦。拿十字弩才125，它这个是165，差很多。那更别提暗精灵，更别提高精灵的弓箭手180，这个非常的远。不过很可惜，他们没有破甲，所以当你遇到一些像是矮人，基本上弓箭手就不用出了。你出弓箭手基本上是帮矮人抓痒，他甚至可能不会感觉到痒。那我们这边呢，法师出的是高等系法师啊，那有带的是像是神话可以帮忙补血，然后荣耀之手填充主要是要装填速度加40%，加40这个。那这边领主是使用阿纳尔，那主要也是有增加填弹速度的技能啊，这个被动。那这边总共是长毛兵出了5队，1队精英版本，那弓箭手5队，还有洛森这个海军护卫，总共也是出了5队，总共算是10队的弓箭手。那最后还有一队鹰爪弩炮。那高精灵这边配置就是这样子啊，非常的恐怖啊！10队弓箭手同时这样子射下去的话，真的是会下去。好，因为刚开始呢有2队死神弩炮，我们有着比较大的优势啊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往前啊，双方还是要准备往前接近。那骑兵躲在旁边这边，看准时机，一口气冲过去，去冲撞对方的屁股。骑兵就是要撞加屁股，能撞屁股是最好。那这边先往后退，因为刚刚有点太照近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死神弩炮的命中，哦，这样子就还算不错。刚刚这样子打下来掉了一大堆血哦。这边就是弓箭手互射啊，暗精灵这边很可惜啊，射程距离就是短人家很多啊，哪怕是洛森海军护卫的165都比你远。然后这边放了一个漩涡型法术，火焰烧下来，烧了1队，但是效果没有，只抓到1队，我觉得很可惜啊。这个轨迹觉得不是很漂亮，没有抓人好。然后对方这边也在持续拉开哦，小心这个火焰。这边是前方就是在接战啊，这个火其实只有烧1队，我觉得很可惜，因为是17点的法术，那只烧掉1队有点太浪费了。那这边弓箭手想要跑走有没有可能会被抓到呢？看来是抓不到。那这边算是这次有点近战规避。我拉2队去追对方2队，不管他。哦，讲着讲着，刚刚骑兵把对方的死神弩炮，更正，把对方硬抓弩炮给抓掉了。然后这时候是偷袭，看一下背袭撞下去会很痛哦。这个背袭撞下去，它基本上对方会非常难过。然后这边森林看不到，我们就不能拿了，继续把镜头拉到正前方。那我方这边只有出3队的弓箭手，所以其实在远程的输出方面，其实会比对方还要来得有点比较薄弱啦。坦白讲，
好，这边领主往上冲了哦，这个时候刚好开启了一些东西了。火焰剑，它是范围型的，就是这边的所有队友全部都用上去，短时间内会有一定的爆发程度。这边有看到，武器近战的话是武器伤害是加30%。好，我们这边章鱼哥只有往前冲了，要去抓对方的领主了。这边有没有看到？没有点到吗？我记得应该会点，我记得我有点，这个时候我应该要点。好，这边，他有时候会这样子，这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有时候我明明有点，他对方就会先顿住，然后后面再过来。那这边骑兵呢，去冲撞对方的其他单位哦。那基本上你们2条腿的看到骑兵冲出来，不用想太多，就是给他撞了。这个攻击手基本上没办法做事。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火焰吸法术下来，但是好像没什么烧东西。哦，有，这边有烧到东西。不过这种迅速型法术真的没什么好，因为躲在森林里面，基本上弩炮射不太到，然后弓箭也很容易被树木给挡住，所以用法术这样解决是还不错的。然后这场打的有点快，主要是骑兵有偷袭成功，把对方一些后排的弓箭手给抓掉，然后刚刚又使用了2队，然后骗走对方2队，算是有点赚。那硬抓弩炮很快就没了，然后就少了远程输出的火力，让我方的有炮兵就比较好讲话。以前是遇过这种的弓箭这种的剑阵，那时候不是很对于这款游戏还不是很熟，但是这个兵表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弓箭手真的太多，然后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当时我出的兵表其实跟我现在这个配置不会差太多，主要可能是这个冷溪，当时我只有出1队，然后很快就被集火击死掉了，导致我基本上是没有骑兵状况下跟对方去交战，然后就打得很痛苦。虽然说有出弩炮，但是弩炮其实在那么多弓箭手面前要射多久，根本射不赢他。所以这个兵表我是印象还蛮深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内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